我兢兢业业追着沈世年3载，结果却是抛媚眼给瞎子看。我这不是抓到了，今天晚上给你烤吃啊！我亲自为他捉来的鱼，他看也不看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！我精心酝酿的告白，前后准备了半年。别闹了。知道你瞧不上，不纠缠了。而我得了圣旨离京的那一日，他却不顾一切的追来。云起，别走，我有话要说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上来就玩这么大的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地瓜刚出炉的，怕你饿，带着路上吃。操！哎，我可早就听说了啊，这里的云糕是堪称一绝，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尝尝了。小二，2盘云糕。哎，抱歉客官，云糕售罄了。那要不下次？不行，本王难得回京一趟。哎，最后一份卖给谁了？哦，潮起阁的客人。知道了。哎，你久不在京城，不知道这潮起阁是京城首富沈世年的地盘，他为人凶残狠辣，高冷霸道，你还是别惹的好。就讨口吃的，还能杀了本王不成啊？一路走来没人跟我打招呼，很好。酒楼里也没人认出我，很好。可以独自享用午饭，打扰了。介绍一下，本王名叫陆云起，当今圣上的胞弟，常年驻守白月城。昨日回京述职呢，就想吃一口这里的云糕，结果他们说最后一份卖给你了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哎，怎么没多备一份筷子？还好我自个儿带了。来，给我吃一口啊！你为何发抖啊？身体不舒服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这么凶干嘛呀？不就一口吃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吃饭不无聊吗？对不对？全当本王陪你呗。而且你这桌饭钱本王出了，行吗？来人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带他走。不走，还没吃几口呢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云糕啊，是比白月城的好吃。哎呀，算我求你了，赶紧走吧。怎么又来一个？哎，我要不要打招呼？这种时候要说什么？走了？哎，把门给我关上啊！对不起啊。危机解除。我云糕呢？好吃，名不虚传。哎呀，我迟早被你害死！安啦，还挺好说话的，没你说那么可怕。大不了下次本王也带好吃的给他呗。你消停一会儿吧。下雨真好啊，安静，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哎呦喂，这雨下的也太大了。进去车坐坐。哦呀，好巧啊！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又是他？下去。哎，别呀！外面那么老大的雨，你也是要回京城的对吧？咱俩同路，好哥哥，你就捎我一程吧啊！他居然碰我，太没有边界感了吧？不拒绝
就当你是同意了。放手！好嘞，我乖乖听话，保证不乱动。我只是顺路而已，没关系的。但愿他千万别跟我说话就好。你出来收账这么晚才回啊，真够辛苦的。看样子年岁也不小了吧？成亲了没呢？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认识人可多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。我喜欢你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也喜欢我自己。哎，像我这样长得好看、性格活泼，还有爵位在身的优秀少年，已经不多了。哥哥，你可真有眼光。我想说我喜欢你，闭嘴啊！哎，你别说啊，下着雨还真有点冷。哎，往里点儿，凑一起暖和暖和。怎么还过来了？哎，你看你手都是冰的，冻坏了吧都？哎，得亏我上来了，还能给你暖暖。哎呦，救命！他还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？不行，我撑不住了，装病算了。这样总该放过我了吧？咋还睡着了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抱着你吧。那个，杀了我吧！还好，那个麻烦的家伙终于走了。这个人怎么？早安。昨天睡得怎么样？你为何在此？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呢，已经很晚了。管家说要送我回去，我想着不能给人家添麻烦，对不对？就说呢，在你这里住一晚上。反正咱俩都是大男人的，睡一张床也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滚出去！别这么不近人情啊！昨天可是我抱了你一路，不然你都要冻坏了。我说，出去！哎，行，出就出，你个没良心！不想欠你的，前几日实在是太馋了，才偷拿了你一盘点心，后来特意买了带在身上，就想着何时遇到了还你呢。你这人真没意思，都不爱说话的。再会。还是别再会了，都长毛了，糊弄谁呢？从这条路回家，一路都不会遇到人，很好。沈老板，真够巧的，你也来尿尿啊？沈老板，真够巧的，你也来尿尿啊？尿尿？不然呢？这附近既无商铺也无民宅，除了方便，谁往这儿跑啊？你说是吧，沈老板？你先把裤子提起来。哦，好嘞。不方便啊？那你来这条路做什么？回家。回家也不该走这条路啊。外头那条大路不好走吗？哎，你别走那么快嘛！这回到饭点了，一起去吃一口啊！我从来不一个人吃饭的。云奇，咋了？他为什么这么烦啊？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待着吗？为什么要用这么纯良无辜的眼神看着我？打扰到别人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这个姿势，你不会想亲我吧？啊？满足你，我这个人好吧？云起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！糟了，人越来越多，不行了，我得逃。喂，沈老板，说好一起，你疯了！
不是说好别招惹他吗？可他好像喜欢我。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啊？你说他生性残暴，我抢了他的吃，他也没把我怎么样。你说他不喜欢与人接触，他却肯让我坐他的车回来，而且我还住在神府，与他同寝一榻。你是说你做完了这些事，居然还完好无损的站在我面前，并且他方才看到我这里了。那又咋了？说的好像谁没见过似的。那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了？我喜欢他。你疯了吧？圣上许你在京3年，你就用来干这个？那咋了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这都是我花费3个月寻来的沈氏年资料。哦，想啥了？这可是我家小年年的资料，你不许看。哎，我呸！还你家小年年？沈氏年要知道你背地里这么称呼，高低对门杀手给你大卸8块，沉塘里喂鱼。已然3月不见，那个麻烦的家伙应该放弃了吧？真好，生活又变得安静了。就知道你又是孤单一个人，特意来陪你吃饭，还排3个食人队买来了云糕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到说不出话来呀？好烦，想杀了他。好烦，想杀了他。想什么呢？快吃啊！算了，赶也赶不走，但愿他吃完饭能自己离开吧。你家的饭菜可是真好吃啊！虽然你这个人不爱说话，差了点意思，但小爷愿意陪你吃饭。为什么？我娘说过，最长情的告白，那就是陪一个人吃很多很多顿饭。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喜欢我。圣上虽说留我在京城，但那驿馆的床实在太硬了，我还是喜欢你的床。哎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在你这儿借住几晚。不，哎，我就知道你不介意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是这里舒服啊。我是想说不行啊。过来啊，你不睡吗？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不会吧？你真的和沈世民一起吃饭，又在他那儿睡了一觉？他没叫人断你双腿？他为何要断我双腿？沈世民有钱有势，又生得好看，不少人起了歪心思去爬床，结果都可惨了，断腿的断腿，毁容的毁容，还有的就此人间蒸发，了无音讯。唉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不是借尸还魂？有那么危险吗？他对我还挺好的，他果然是喜欢我。我叫沈世年，生于山谷之下。6岁那年，父亲过世，宗族虎视眈眈，意图欺凌我孤儿寡母，瓜分家业，皆由我母亲一力扛下。今后你就是一家之主，掌控所有人的富贵与否，生死存亡，切不可叫人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在意什么。妈是为何？有了在意的人，也就有了软肋，意味着旁人可以随意拿捏你的一切。后来母亲过世，我独自撑起家业。我畏惧人心，害怕与人接触交谈，只能用些雷霆手段，久而久之也颇得其效。外人皆言我沉稳持重，不露行踪神秘莫测，他们惧我怕我远离我。但这期间却出了个例外。听说城东的池塘有你最喜欢吃的鱼，去看看呗。走。哎，愣着做什么呀？走啊！这样的没有边界感，和直接把我从被窝里拉出去有什么区别？
可说好了哦，那金色的大礼只要我捞着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什么样的鱼是银子买不到的？为什么要把我拉在人群中？好吵，好可怕，好想逃，但也不能辜负了他的好意。我这不是抓到了，今儿晚上给你烤着吃啊！受不了了，天，对不住了。我总觉得这些日子他对我也有些好感，我的陪伴和礼物他也欣然接受，怎么今儿个就这么奇怪啊？一言不合转身就走。或许是他不爱吃呢。怎么可能？资料里写着呢，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金色大礼了。哎，反正他也不要了，不如给我。你想都别想，边儿去！我一点都不想吃，就是看你被拒绝了，有点可怜，想陪陪你。不去了算了，走啦。叫住我！怎么还不叫住我？这个时候回头有点丢脸吧？我也好想吃啊。师兄，我在。明儿早朝替我告假。知道啦，小没良心的。这么好的月色，这么好吃的鱼，你却跑了。沈十年，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呀？说了不给你吃，你别想了。怎么是你？快往这边坐，往这儿坐点，暖和。我都烤好了，你尝尝。想喝点什么？我这里有酒。谢谢。啊？什么？我是说，谢谢你喜欢这样的我。为何这么说？至于。好吧，不说就不说吧。不过你白天为什么跑掉？而且这么晚才来找我？我早就来了。啊？他一直在，所以没出来。你不想见到石青？他哪里得罪你了？行，知道你不爱说话，那就不说。以后我见你的时候呢，绝不带着他，总行了吧？只要你讨厌的不是我，怎么样都好。喝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日子就这么一晃3年过去了，我成了唯一可以随意出入沈府且不会被丢出来的人。所有人都在揣测我与沈十年的关系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迄今为止连解衣而卧的机会都没有。哎，话说你俩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咱也不知道啊。上司是有意叫你重回封地，要真走了，山高路远，你俩可就没机会再见了。走不走那还不是我说了算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和他呢，不能只停留在知己的界限了。那不然呢？我要谋划一场盛大的告白，要让全城的人为我们的感情做见证。我要正大光明的与他厮守终生。为这一个，我可准备了半年啊！这么多人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你起来！这句话我憋了3载，今天一定要说。沈十年，我心悦你，想与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这种事情我知道了，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说？救命！好想逃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！沈十年，别闹了！
行，知道你瞧不上我，不纠缠了。你答应返回封地，那可太好了。就这么容不得我？兄弟一场，朕也实在是不舍与你分离，但没办法，白月城离不开你。装什么装？臣弟明白。何日出发？明日。他每晚都会过来的，怎么今天还不出现？去找他算了。哎呀，可现在出去，可能还会遇到其他人，还要打招呼。打招呼说点什么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白天的事情还没说清楚。一夜未归，他出什么事了？云王离京回封地，圣上送了好些名贵珍藏，当真是兄弟情深啊！他要走了。他要走了。沈老板，他跟我说话了，他不会要杀了我吧？说，云王本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，早些时候差点被立为太子。后圣上登基，忌惮云王，便将他发去封地白月城。前些年进京述职，一直不曾离开。昨日忽然向圣上请辞，此刻已经出发了。是幻觉吗？方才那里有人吗？幻觉吧？沈老板怎么可能说话？有道理，快走快走！忽然离京，怕是逼不得已，不来与我辞行，应当是怕圣上猜忌。他竟一切都是为了我也该为他做些什么。徒步离开啊！这世间再没有比你凄惨的皇室了。你懂个屁！我虽赌气离开，但你也不能对我全不在意吧？至少也要挽留一下吧，不然我们这3年的相处算什么？行了，就当我这一腔深情错付。于姐，别走，我有话要说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上来就玩这么大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地瓜刚出炉的，怕你饿，带着路上吃。操！对不起。哎呀，这实在很难顶啊！你就给我送个地瓜。时间匆忙，来不及再多准备。那送个地瓜而已，有必要华贵这么隆重吗？我一心想追你，没想这么多，刚才差点摔倒，所以，你笑够了没有？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，告辞。怎么突然要走？我的封地本就在白月城，此番进京只为述职，能留3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还回来吗？应该是不回来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上路吧。这算什么？大老远跑来就送个地瓜，问了半天一句有用的都不说。这次分批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呗？你有没有心的？还有何事要交代吗？你不说，我也不说。没事，走了，告辞。
教主我呀，过来拉我的手，哭的叫我别走啊！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我操你！后来我回到白月城，赏花遛鸟，装出个叫皇兄放心的样子。然后在某日，沈世年忽然冲进了我的房间。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路途遥远，我去接你啊。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自你走后，我心痛不已，恨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挽留。云起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沈世年，什么情况？居然是做梦。也对，山高路远，他怎么可能真的过来？何况他那种性格，也不会对我说梦中的那番话吧。就算是梦境也好啊，让我做完最后一步爽一爽也行啊！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醒了呢？谁？哪来的？不知道啊，属下学业精此，就见有人抱着箱子鬼鬼祟祟，刚呵斥了一声，那人拔腿就跑，箱子落下了。奇怪了，是谁呢？他的后院为何这么多人？想到他，不敢出去。最近白月城新开了好些铺子。是啊，连京城的荣楼都搬来此地。听说他家的云糕是京城一绝，每天早上门口都排着长队呢。云糕都来了，你却不来。不过听说那商铺的老板是个怪人，再怪能有沈世年怪。经营着许久了，从来也没见过他的真容，行踪神秘的很。等等，这个形容咋这么耳熟呢？荣楼，不就是我和沈世年第一次见面的地儿？荣楼在哪？带我去。连陈设都和京城的荣楼一模一样，莫非那本就是他的产业？他为我来白月城了？抱歉，客官，小店今日歇业。我不吃饭，我找你家老板。老板行踪不定，我等也从未见过。那他人总在白月城吧？他住在哪儿？听说是城东，具体不详。这里姓沈的不多，又在城东，我一家一家找，就不信找不到你。找到了，沈世年在吗？老板自昨夜出行后便再未回来。啊？不过走的时候带着几箱金银，也不知是何用途。如此说来，我院中的箱子是他放的。来都来了，还装什么神秘？一直这么多人，连逃出去的机会都没有，好饿呀！王爷，通知所有人都出去，院子里一个人也不许留。什么啊？照办。是。走，快走。沈世年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给我出来！云起，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想说什么就放心大胆的说，这里没人。我好饿。你他妈！你家下人太多了，我在墙角躲了一天一夜，也没找到能出去的机会。你就这么害怕遇见人啊？行，先带你吃饭。
怎么想着搬来这儿了？白月城可没有京城繁华，赚不到几个钱。想见你。你怎么告白的话，就你说的这么随便？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繁华。你说你不能留在京城，那我便带着繁华跟你走。分别的时候怎么不说呢？还以为你不喜欢我，知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？而且你走的那么决绝，都不说目送我一会儿。当时人太多了。你放心，从今儿个起，我这王府内院再无旁人，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那我们算什么关系？我娶你。这凭什么是你娶啊？光明正大的做王妃不好吗？而且自与你分开后，我总做梦与你那个都是我在上面的。哦，不过遗憾的是，每次到关键时刻就会醒来，触及了知识盲区，所以得我来。啊，你难道就很懂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等等，还有没有的商量？你说话。当一池涟漪，我认了一生你的美，去可叹这雨太急。你小子行啊，经验挺丰富啊。说之前有多少个？就你一个。你他妈放屁！你那手法，你那动作，你那力度，哪一个不是恰到好处？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第一次？谢谢认可。别嬉皮笑脸的，给我交代问题。谁让我天资聪慧，字里行间就能学到真传呢？啊？你看那种书啊？想不想看？来，仔细一点。你干嘛？我实践。最终，我和沈十年各退一步，他嫁我，我在想，王爷要娶亲是好事，但怎么把下人都赶去外院了？沈十年不喜欢和人打交道，你们平日里也别来这后院。做王妃的免不了要迎来送往，这性格可不好。王爷何不帮他改改？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，所以无论他怎样我都喜欢。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，是他的自由，我不想也没权利逼他为我改变。那外头有事我扛，有我在一日，谁也不能逼他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。是。在想什么？想我何其有幸，今生能与你相识。你近来说话倒是越发多了。我也不知为何，就想与你多说几句。嘴可真甜，我爱听。如果你需要，其实我也可以试着。你当然可以，但没那个必要。我相信你会为了我努力改变，毕竟你能放下京城的家业跑来这里，我相信你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尝试。但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这段感情牺牲自己。为什么？牺牲适应的一方会逐渐心理不平衡的，而且改变重塑自己的过程很痛苦。我不想你痛苦，也不想我们的感情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做自己，做让自己最舒服的事情，这就够了。知道了。等等，你知道什么了？做让自己最舒服的事。大白天的你说啥呢？在想什么？你说不要我改变，最终却是在为我改变。我这个人是爱热闹，但也喜欢闹中取静。下人只是在外院而已，与我从前的生活没什么差别。那为什么会喜欢我这样的怪人？
其实你的遭遇呢，和我皇兄很像。我与他为一母所生，他却为了皇位与我生出猜忌。父皇还在的那几年，他几乎草木皆兵，看谁都是坏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也如他这般，只是在了解到你过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呀，你也是因为不信任、恐惧，再到后来的不愿和人打交道，让我觉得有点熟悉，又有点心疼。所以靠近我都是故意的吗？算是吧。我在想，你总不能抑制一个人呢。如果不能和所有人敞开心扉，那至少还有一个我能走进你的心里，让你不是孤身一人。恨他吗？你说皇兄啊，起初挺恨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这白月城地处偏远，要啥没啥。我一个自小在京城长大的小王爷，被发配到这种地方了，心境可想而知。但后来想开了，自己的亲兄长，我还能杀了他不成？凑合过吧。从前我是那么打算的，与沈世年归隐此地，不问朝政，彻底叫皇兄放心。可是，妈，还没找到吗？有路人看到了，说是一行人携了沈老板往西去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捉个商人都能叫他跑了。圣上息怒，沈世年负了伤，走不远的。只是不知您大张旗鼓捉他来做什么？云起进京述职来了3载不可离开，结果他前脚刚离开，沈世年就带着家当跟着他跑了，连成亲都没告诉朕，就这么偷偷过上了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愚蠢！朕多次赐婚他都不肯接受，为何独找了这首富沈之年？莫不是要用他的银钱来招兵买马，忤逆于朕？云王看着不像有反心。谁会将反心写在脸上吗？从前父皇最喜欢的就是他，他和皇位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如果是你，你会甘心吗？奴才赶紧去将沈世年寻来。有这个软肋在，料他陆云起也只能乖乖就范。还没有找到？没有啊，而且发现还有另一队人也在找。那就说明沈世年逃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将人找到。是。奇怪了，到处都找了，怎么？云起，我在这里。你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没有？丢伤脚踝而已，别担心。我的人在这儿来来回回找了10几趟，为何都没有找到你？你又藏起来了？我看到你的人了。那为何不呼救啊？总觉得喊了救命，他们就得过来，我还得和他们打招呼，之后送别的时候还要说谢谢。对了，带我回去的这么长一段路，一直沉默也很奇怪。你赢了，来吧。在这儿不好吧？可能还会有人过来。想什么呢？我让你上来，我背你回家。这么害怕和人交流，也不知道你这首富是怎么当的。你在质疑我的实力？我是奇怪，就算你是继承家业，能做到这么多年不和人交流，还没有被人夺走，就很奇怪。所以说你单纯啊，做生意只需要聪慧和一点点无下限。无下限？你该不是做那种生意吧？哦，怪不得你还有那种书。我想说的意思是，很多事不用自己亲自开口也能摆平。行，你厉害，行了吗？一点小伤真的不用这么紧张。少废话，好好养着。王爷，圣上派人约您容楼一聚。哼，果然是的。知道了，就来。等我回来。
要我出手吗？他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不会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放心吧，你的公道呢，我也自会为你讨回来。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白月城路途遥远，皇兄怎么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啊，我也好有个准备。路途遥远，元王是对朕将你发配此地有所不满。我没说啊，你是不是早有谋逆之心？这个绝对没有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心思，皇兄还不知道吗？而且皇兄刚来此地，一声不响就动了我的人，这不合适吧？捉拿反贼需要与你知会。他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商人，算哪门子反贼啊？朕说是就是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皇兄还是对父皇想立我为太子的事情耿耿于怀。皇位都叫你做了，整天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我都和男人成亲了，注定无后，还猜忌我，你累不累？休要多言，今日你唯有2条路可走，要么你将这毒酒饮下，来世我们再做兄弟；要么沈师年的命朕就收下了。我们的事情与他何干？不是说了吗？朕可以放了他，但是你出手这么快，我到底还有什么让你不放心的？你这个人的存在对朕而言就是威胁。小时候与朕争夺父皇的宠爱，长大后将这样一个荒凉之处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证明什么？谁治理了？我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好一点，这有错吗？朕说过了，只要你死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早该有防备的，但没想到他出手这么快。沈师年还在他手里呢，我不得不就范。只是他这样的人真会信守承诺吗？好烦，死了算了。珊珊不好了，皇后娘娘被匪徒捉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你独自南下，娘娘担心您的安危，一直在身后跟着。就在方才，忽然出现一群匪徒，捉了娘娘就走，还说什么？说圣上是靠着与娘娘母家联姻才做的这个皇位，若是娘娘死了，只怕丞相一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敢威胁朕？不是奴婢说的。看我干啥？也不是我说的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走了。奇了怪了，怎么就那么巧，有人把皇后给捉了？王爷，圣上回京途中不慎跌落山崖，如今朝堂一片混乱，借您回去继承大统。哎，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？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那要回京吗？那就回呗。后来我登基为帝，立沈师年为后。那皇后还是同回去。沈师年居然也愿意啊！久居深宫，无人打扰，他也乐得自在。但有件事还是要提醒你，先帝后之死与江湖第一杀手组织有关，而这个组织向来只听命于一从不露面的神秘人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沈师年是不会害我的，除此之外，他不想说的，我也绝不过问。他不喜欢见到生人，你赶紧走。我不走，咱俩这关系，他得习惯我的存在。
给你。这是何意？补给你的上次分别的礼物。这次我满意的很。啊，我有花了，不像某人。花而已，我自己坟头也会长，哈哈哈！太欺负人了。回眸。